还得看下面这位大妈，一个迷惑行为大嫂。他家天花板上不停地飘来一股恶臭，闻着像腐尸的味道，不得已只能用胶带把天花板的灯孔封了起来，但臭味反而越来越大，连厨房上面也传来了恶臭。不过最臭的还要数卧室，一开门恶臭扑鼻而来，比鲱鱼罐头还要臭。丈夫对于这种气味表示还好，因为他有鼻炎闻不到，但这可苦了大妈了，经常被熏得睡不着，久而久之患上了神经衰弱，甚至只能吃药才能入睡。大妈给家里装了4台空气净化器，客厅、厨房、卧室各放1台，全天24小时开着，睡觉还要把净化器都搬到卧室里，天一亮他就出门，家里一刻都待不下去。这臭味已经持续了3年，到底是从何而来？大妈认为是楼上传下来的，但楼上好像并没人住。奇怪的是，半夜还总能听到高跟鞋走路的声音，想想都觉得诡异。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，专家带着专业设备来家检测，先检测了客厅天花板，接着又是厨房、卫生间，都没有检测到任何数值。随后来到卧室，瞬间数值爆表，越靠近化妆台数值越大。化妆台上的一个小盒子引起了专家的注意，大妈说这个是保湿霜，已经很久没用过了。拧开盖子，一股恶臭袭来，差点把专家送走。用仪器测了一下，这气味的数值超过了34。要知道啊，马桶下水道的气味也才20左右。仔细检查后才发现，保湿霜早就过期变质了，也就是说家里的恶臭就是从保湿霜里传出来的。因为一直开着卧室的窗户，臭味就被吹得满屋都是。解决了臭味问题，下面大叔又出现了难以解释的问题，他可以死而复生，他每天都要死一次，死之前还要做一番诡异的仪式，穿着奇怪的衣服，对着太阳不停地挥手，嘴里还一直念着奇怪的咒语，接着从悬崖上纵身一跃，跳进了大海。节目组惊呆了，赶紧上前查看，看了一眼悬崖，差点尿裤子。悬崖有5层楼那么高，悬崖下的海浪非常狂野，礁石密布，稍不注意就会粉身碎骨。然而却发现他一点事没有，正在从悬崖底上往上爬。他还说19年来每天都要做一次。问他是受到什么刺激了吗？他也不解释啊，只是说狂浪是一种态度，狂浪是不被约束，要爱你就来。真的是奇怪，路人都觉得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去肯定会死，但他说这也是有诀窍的，跳下去的瞬间手臂要张开，在接触到水面之前要将身体向后翻转，就可以尽量避免受到伤害。而且呢，跳崖时机很重要，要等海浪打过来才可以跳，让海浪充当气垫。但即使这样还是免不了受伤，腿上布满了伤痕，连后脑勺都有一条5厘米的伤疤。但就算遍体鳞伤，他还是坚持每天跳1次，慢慢的就跳成了网红，甚至还在悬崖旁边开了一间网红餐厅。最后呢，他也终于说出这样做的原因。原来在200年前，一位神父为了爱情放弃了宗教信仰，由于世俗的压力，他们不得不分手。神父伤心欲绝，跳进了大海。他之所以这样做，是为了纪念这伟大的爱情，真的是有够狂浪。而下面这家人遇到了更神奇的事，他收到了一封来自16年前的信，上面显示信件是2002年从美国寄来的，关键信还是自己写的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自己根本没去过美国，一家人都觉得不可思议。查看监控，发现信就是邮局的人送来的。母亲回家时顺手取了出来，虽然过去了16年，信件依旧保存完整，表面也干干净净，他百思不得其解。仔细想了想，终于想了起来，自己确实在美国留学过几天，信也确实是自己写的。记得当时发的是国际邮件，看着工作人员贴上的邮票，一切流程都没有错，但为什么16年后才送到？随后节目组去当地邮局咨询，工作人员表示自己工作了30年，从未见过这样的事。另一个人猜测这封信可能漏在了某个犄角旮旯里，当时没有发现。为了证实这个猜测，节目组来到美国当地邮局，邮局表示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，但概率极小，很可能就是掉落到了某个座椅角落，或者卡在了分类机的缝隙里。之前呢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。家人得知真相后长舒一口气，说去年还差点搬了新家，如果搬家了就再也收不到这封信了。那16年前的信上写了什么呢？原来是自己写给家人的生日祝福，这祝福属实有点晚了，他看着看着就哭了，那是回不去的青春啊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猫头鹰为了报答救命之恩，每天早上都准时给主人送老鼠，已经持续了4年。如果看到主人无动于衷，它还会把死老鼠往主人嘴里塞。不仅仅是老鼠，它偶尔会带来其他礼物，就比如蛇之类的。就问你感不感动？有时主人在睡觉，它就叼着老鼠在旁边等，等得不耐烦了，会直接上前对着主人叫个不停，快起来吃老鼠啊喂，新鲜的，我刚抓的。这操作让主人哭笑不得。猫头鹰是主人在野外发现的，当时它受伤严重，主人悉心照顾了2个月，和主人的感情愈发深厚，与家里的猫咪和鸟都成了好朋友。等它恢复了健康，主人就把它放生了，但它没有忘记主人的恩情，时不时就飞回来探亲，每次都不会空手来。对猫头鹰来说，最好的礼物当然就是食物，而它最爱吃的就是老鼠，所以每次都会给主人送来新鲜老鼠。它也很懂人情世故，每次还会给鸟儿带上几只。鸟儿看到老鼠吓了一大跳，吃不了这个谢谢啊，是不合口味吗？那我送给别人去。接着来到笼中小鸟的旁边，站在笼子上思考良久，算了，估计你也不怎么喜欢。接着又去找同类朋友，但朋友也不领情，没想到
礼物还送不出去，算了，自己吃吧。后来主人又收养了一只小猫头鹰，它也是各种照顾，各种喂。这房间里只要有活的东西，它都必须要一个个的喂一遍。很明显，这只猫头鹰有社交牛逼症。然而社交牛逼症的天花板还得看下面这只狗狗。狗狗爱上了一只小绵羊，每天跟在它后面，羊群中一眼就可以认出小羊。即使背对着狗狗，狗狗还是能凭借气味准确的找到它。小羊有时受够了骚扰，会对狗狗发动攻击，但狗狗并不在意，甚至觉得愤怒的小羊更可爱。当它看到小羊和别人过于亲密，就会吃醋，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。不是说好要做彼此的天使吗？狗狗奋力钻过围栏，朝小羊飞奔过去。主人看不下去了，决定告诉狗狗一个真相：小羊其实是公的。狗狗轻蔑一笑：你懂什么是爱吗？真正的爱不分性别，不分种族。小羊听到这话吓尿了，这狗也太疯狂了吧！主人决定把它关在笼子里，这才知道原来狗狗也是有老婆的，但狗狗根本不喜欢他老婆，整天对老婆呲牙咧嘴。为了追求真爱，他成功打开了门，丢下老婆就跑了。狗爱上羊，爱得疯狂，他现在只想赶快见到小羊。专家分析了狗狗的迷惑行为，说狗狗身为牧羊犬，可能不擅长放羊，于是找到了最弱的羊来释放它的挫败感，必须要纠正狗狗的行为。最后逼着主人使出了绝招，给羊穿上了防狗铠甲，上面布满了钉子。狗狗也没见过这个啊，看起来还挺别致，直接骑了上去，结果呢差点扎成筛子，只好选择放弃。他想不明白，温顺的小羊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没事，下一个更乖。接着就去寻找新目标了。不过在主人长期纠正下，狗狗终于对羊失去了兴趣，成了专业的牧羊犬。和狗狗比起来，下面这只麻雀就正常多了。这只麻雀喜欢吃头皮屑，一旦发现路人头上有皮屑，就会飞到头顶上，而且一点都不怕人，吃得津津有味，时不时还得扒拉一下。吃饱喝足就会躺在头顶休息，把头顶当成了家。这些倒也无所谓，关键有时候会在头上拉屎，这有点让人接受不了了。平时他就蹲在树枝上观察行人，附近居民的头都被他光顾过，有次把大爷的假发都拔掉了，大爷只好戴上了帽子。不过大家还是挺喜欢他，有人为了和他亲密接触，甚至几天不洗头，只要喊上一句，他就会朝头顶俯冲下来。但刚刚却发生了意外，麻雀被一只鹰隼盯上了，在飞行过程中被抓到，饥饿的鹰隼叼着麻雀飞到楼顶开始啄食，麻雀奋力挣扎着，但无济于事。老鹰把羽毛一点点的扯下来，麻雀很快就停止了挣扎，因为楼顶实在太高了，路人也无能为力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麻雀被吃掉。附近居民都把麻雀当成了家人，从未想过会发生这种事情。小哥感慨世事无常，没想到刚刚给麻雀拍的视频却变成了他的最后一刻。小哥觉得自己没有保护好麻雀，非常自责，但没办法，大自然就是这样残酷。希望麻雀的天堂里没有鹰隼。他30秒就能读完一本10万字的书，只见他哗哗的翻着书，手指还不停的比划着什么。主持人看他一次翻过去2页，他却说自己能透视，等他翻完书还能够完整复述全书内容。主持人都惊呆了，他说自己大脑已经开发到了87%，甚至不用眼睛看，只用耳朵听就可以听出书里面的内容，就算是外语书籍也难不倒他，可以在翻书的过程中自动翻译。于是主持人递给他一本汉语字典，他拿过来就开始了表演。他的翻书速度就像我在开卷考试中找答案时一样，嘴里还一直嘟嘟着什么。主持人听得一脸懵，他时不时停下来思考一下，接着蘸点口水继续翻，越读越激动，书才读到一半，口水都快蘸干了。节目组呢也挺贴心，给他拿上来一瓶水，这下读得更起劲了，声音也越来越大，翻上几十页就要用手蘸点水，读兴奋了还要站起来。我估计主持人也纳闷，怎么读个书还读急眼了。几分钟后，一本字典就读完了。主持人决定考一下他却什么都答不上来。最后实在演不下去了，主持人当场揭穿了他的骗局。话说如果真能做到这种程度，那才是见鬼了。不过下面这一家3口好像真的碰到了鬼。夫妻俩的合照里出现了一张诡异的脸，像是一个孩子趴在了背上，死死地盯着他们。关键他家就一个孩子，当时正在给父母拍照，而且观光车是2座的，后排并没有座位。女儿也说当时拍照时旁边并没有人，照片是前几天旅游时拍的。最近翻看照片才发现了这诡异的现象，这张脸离自己这么近，脸色惨白，想想都觉得后怕。当时照片是连拍了好几张，奇怪的是这张脸只出现在了第1张照片上，其他照片上都神秘消失了。刚开始以为是手机问题，但手机是刚买的，完全没理由啊，难道真的有鬼？节目组找到专家，通过分析照片信息，专家不认为这是灵异事件，说人脸面部非常清晰，而且还有影子，猜测应该是个真人。专家计算了照片2侧到车的距离，大约在3米左右，这么近的距离完全有可能是拍照时有个身高在1.5米左右的女孩正好走到夫妻俩后面，由于视线遮挡，看起来就像趴在身上一样，但她为啥只出现在了第1张照片里？而且自从拍下这张照片后，手机变得很卡，信号也变得很差，5G 都没网。专家最后解释说，因为手机设置的连拍间隔是10秒，等拍第2张照片时，小女孩就已经走掉了而已。节目组还还原了当时的场景，从一侧走到车后面只用了5秒钟，拍出的照片果然和之前的很像，原来是虚惊一场。解决了照片问题，下面这座荒岛上又出现了新问题，荒岛上惊现一个怪异的花豹，长得很像人类。工作人员壮着胆子上前查看，这东西却发出了失
吼声，走近一看，才发现原来是个人，表情十分怪异，吓得工作人员掉头就跑，以为碰上了食人族，但这头花豹却开口说话了。只见他全身纹满了豹纹，从头顶到脚尖，从耳朵到手掌，甚至眼皮都纹上了花豹的眼睛，全身基本找不到一块干净的皮肤。他说自己20年前就纹了身，还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纹身，现在的气温只有1度，但他好像并不怕冷，甚至直接泡在了冷水里。那他为什么会在这座荒岛上呢？难道没有家吗？他并没有说话，转身走向了一座石堆，工作人员跟了上去。他说这些石堆就是自己的家，20年来都是一个人住在石堆里，穿过一个狭窄的通道后就进到了房子里。接着他穿上了衣服，看着正常多了，但几个小时后他又换上了潜水服，坐着皮划艇离开了荒岛。经过漫长的滑行，他终于上岸了，原来是去对岸超市买生活用品，每隔10天就来采购一次，附近村庄的人都认识他，人们怀疑他有精神问题，但他并不在乎别人说什么，他想要回归自然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，还说荒岛上没有噪音，就是自己理想中的天堂，平时的休闲娱乐就是喂海鸥，而且岛上还有他喜欢吃的香蕉，这就足够了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这条小溪的石头会按摩，用手摸一下，肌肉就会剧烈跳动，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感觉麻麻的。流过石头的水好像也有神奇的魔力，村里人像疯了一样泡在水里，说泡完全身酥麻，神清气爽，而且每天都会来泡一遍，有的还会把河水接回家，说这河水啊能治病。工作人员忍不住好奇摸了一下，瞬间感觉被电到了，接着摸了几块其他的石头，却并没有酥麻的感觉。整个小溪只有这块石头会让人产生酥麻的感觉，好像真的存在某种磁场和能量。节目组请来专家也被电了一下，真的是奇怪。顺着溪流往上游走，就发现了一间房子，刚想开门咨询，却被门把手电了一下，用电笔一测，门上果然有电，而且看样子很久没有人住了。用电线把房子和旁边的石头连起来，电压竟然高达25伏，这就很反常了。电表拉闸后，电压接着就变成了0，而且那块石头也不再让人产生酥麻的感觉。很明显了，这座房子在漏电，电流传导到了石头上，所以才会让人产生酥麻的错觉。维修好了短路位置，石头也变成了普通的石头，村民却很伤感，这么舒服的按摩方式以后再也享受不到了。刚解决完石头的问题，下面这个西瓜又发生了新的问题，医生竟然在给西瓜做 CT， 因为这个西瓜发芽了，明明买的时候好好的，仅仅过了1个晚上就长出了新芽，而且还在肉眼可见的生长。西瓜表面没有任何腐烂的迹象，嫩芽是硬生生从里面挤出来的，并且西瓜重量也变轻了。大叔说自从西瓜开始发芽后，家里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，自己身体感觉年轻了不少，认为这些都是西瓜带来的好运。这下好了，大叔都不敢吃了，直接供了起来，每天还要烧香磕头。周围村民听到这个消息都很震惊，这个村民就说自己活了25年，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，连这位种了50年西瓜的果农都是第一次听说。有人认为西瓜一定是被高人加持过，成精了才会产生神奇的力量。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，节目组带西瓜来到医院，准备给他照 CT， 反复照了几次。医生说从片子上可以明显看到西瓜内部已经腐烂了，和正常西瓜对比下，这一片黑黑的就是腐烂部位。只要有合适的温度和湿度，种子就有可能在内部发芽，也可能是瓜农使用了催熟剂导致了发芽，最终顶破表皮冒了出来。总之这是非常罕见的。得知真相的大叔直接把西瓜丢在了阳台，尴尬的笑了笑，说以后不会再给西瓜磕头了，希望新芽能好好生长，到时候就可以吃新鲜西瓜了。然而发芽的还不止西瓜，下面这个更加不可思议，泡在酒里5年的人参竟然死而复生，长出了新芽，新芽已经长到了6厘米，根系也变得更加发达。人参是大叔自己挖到的，泡酒之前就把芽都剪掉了，现在还能看到修剪的痕迹。泡完的酒一直放在仓库里，至今已经5年了。万万没想到这一泡竟然泡出了怪事，邻居都说这颗人参成精了，是千年不遇的宝贝，甚至有人出价100万想要买这瓶神酒，但都被大叔拒绝了。大叔对这瓶药酒百般呵护，说喝了这酒啊气色都变好了。然而药酒专家却表示，泡在酒里的人参是不可能存活的，况且还是52度的高度酒，猜测可能是主人泡酒时加入了豆芽，把豆芽误以为是人参发芽了，但主人却说并没有往酒里加过豆芽，还展示了最初泡酒的照片。人参确实没有发芽，因为朋友见过他泡酒，大叔给朋友打电话确认，朋友也说当时人参没有发芽。那人参是如何死而复生的呢？节目组找到大学教授，准备对人参进行解剖，取下一点在显微镜下观察。教授说在生物学的角度来说，其实人参早就死了，但死掉的东西怎么可能发芽呢？教授猜测说刚开始泡酒的人参是新鲜的，可能本身就已经长出了芽孢，只是看不出来而已。而且人参表皮非常坚硬，可以防止酒精短时间内渗透到里面，所以刚泡在酒里的人参还能存活一段时间，芽孢也能继续生长一个阶段。还有个猜测是瓶子的密封性不好，瓶内可能含有氧气，还未死掉的人参就有可能继续生长发芽。人参发芽的谜团终于被解开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
大妈把鳄鱼当女儿养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睡觉，甚至还会给鳄鱼做美甲，拿出绿色指甲油给鳄鱼一只手均匀涂抹，拿毛巾垫上，准备烘干。但鳄鱼好像不喜欢这个颜色，顺手就把指甲油卸掉了。大妈又拿了3瓶指甲油让他自己选，拿起粉红色在他面前晃了晃，鳄鱼竟然摇了摇头，表示不喜欢。大妈又拿起了大红色，鳄鱼眨眨眼，表示非常喜欢。大妈只好重新给他涂上红色指甲油，看着性感多了。做完美甲后，他就趴在床上看电视，最喜欢看动物世界，偶尔也看动画片。蜡皮小新就很符合他的口味，大妈只要一换台，鳄鱼就会去抢遥控器。为了让他看着舒服，大妈还会给他垫上枕头，盖上被子。鳄鱼大部分时间都是乖宝宝，偶尔也会发脾气，不停地用爪子挠地板，到处拆家。大妈却见怪不怪，说鳄鱼是个女生，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还没有找过男朋友，才会急得到处抓地，有时候还会看着窗外发呆。大妈最后也想开了，女大不中留，准备带她出去相亲。路过一家肉店时，鳄鱼直勾勾地看着牛肉，把找男朋友的事忘得干干净净。大妈只好给她买了10斤回家吃。这次呢，连上楼梯都不用抱，自己爬得飞快。她现在只想吃肉，一口下去一脸满足。吃饱后直接趴在客厅一动不动，大妈只能抱着她去洗澡，先用搓澡巾搓搓背，顺便来个全身按摩，洗完再擦点香香。鳄鱼闭着眼一脸享受，洗香香的鳄鱼直接爬上了床，然后大妈抱着她睡觉了，不知道会不会做噩梦。喜欢鳄鱼的不止大妈一个，下面这个大叔也很疯狂。大叔把鳄鱼当儿子养，每天给鳄鱼做按摩，偶尔还来个足疗，每天还要带它出门遛弯，回家就给鳄鱼洗澡，先把全身涂满沐浴露，然后用洗澡巾搓背，偶尔还会在洗澡水里加上葱姜蒜和料酒去腥。鳄鱼的皮肤非常厚，褶皱的地方很难清洗，不一会儿主人就累得满头大汗，鳄鱼却一脸享受。洗干净后还要给鳄鱼做美甲，精心打磨指甲后，然后挨个涂上指甲油，看起来美美的。最后还要给它刷牙，检查有没有蛀牙，完事后再来个亲亲，抱着鳄鱼就睡觉了。因为鳄鱼比较能吃，主人给它取名饿了么。主人说饿了么是自己捡到的，刚开始只是一个蛋，慢慢孵化出来，经过精心照料就变成了现在这个大体格子。还说饿了么从来没咬过人，甚至连发脾气都很少见，是一个可爱的乖宝宝。平时饿了么最喜欢就是看球赛，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。旁边主人手里还抱着蜥蜴，主人说他俩都是忠实的球迷，每次比赛都要看，比赛输了还会伤心的哭，不一会儿球进了，主人很激动。饿了么其实也很激动，只是他比较高冷，没有表现出来。主人亲了亲饿了么，还和他击了击掌。其实呢，最喜欢做美甲的还有数下面这只狗狗，小白每周都要来做美甲，他有专属的美甲师，连美甲工具都是专属的。村里这面墙经常流血，有时晚上还能听到砸墙的声音。节目组蹲守了好几天，砸墙的声音再次传来，循着声音就看到了一位大爷正对着墙做一些奇怪的事情。工作人员壮着胆子上前询问，他却什么都不说，直接用拳头砸墙，墙上都出现了血迹。难道村里墙上的血迹都是他的？只见他手上长了厚厚的老茧，伤痕累累。问他为什么这样做，大爷却直接走了。白天节目组又遇到了他，他正对着电线杆挥动着拳头，电线杆被打得梆梆叫。这次大爷主动开口，说自己在锻炼身体而已，每天都要对着墙壁打1万多次。打完电线杆呢，他又捡起了一块鹅卵石，做了一套奇怪的动作，接着咔嚓一声，石头就成了2半，身后的一堆碎石也都是他砸碎的。工作人员尝试了一下，差点敲骨折。大爷说自己练拳是非常有用的，家里面挂日历，需要砸钉子，没有锤子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只见他梆梆几下就把钉子砸进去了，想吃蒜泥也不用石臼，直接就是一顿梆梆梆，蒜泥就做好了。家人呢都很反对这种自残式的锻炼方式，但他却并不在意，还说因为练拳自己变得更健康，这样自己就有能力接送孙子上下学了。和他一样，下面这个男人也喜欢锻炼拳头，他每天都用手走路，一天要走5000步，还都是走鹅卵石路面。路人看得一脸迷惑，这人的腿是有残疾吗？突然他就站了起来，可以看到手上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，还有未愈合的伤口，难道不疼吗？大叔轻蔑一笑，说我都做了5年了，一天不走浑身难受，不管是鹅卵石路面还是泥巴路面，大叔走的都很轻松，即使在公司工作累了就要休息一会儿。然而他的休息方式很特别，倒立睡觉，甚至还打起了呼噜，无论春夏秋冬都无法阻挡他用手走路，倒立上班，倒立洗澡。他为啥痴迷于这样的锻炼方式？原来啊，大叔之前得了严重的颈椎病，医生说必须要手术。然而那段时间自己生意失败，穷困潦倒，根本没钱看病，每天情绪低落，甚至得了抑郁症。绝望中，于是想通过运动来改善身体状况，让自己振作起来。慢慢的就喜欢上了倒立，但这对颈椎真的有帮助吗？一番检查过后，医生说颈椎看起来没太大问题，倒立运动对他恢复还是很有利的。随后又给双手做了 CT， 因为有老茧作为护垫，长期倒立对手上关节并没有什么损伤。如果喜欢这样运动的话，就可以坚持下去。不过要论手掌速度，还得看下面这位大妈。大妈一巴掌就能抓到25只苍蝇，一天徒手能抓1万只。据说没有一只苍蝇能活着逃出她的手掌心，家里的苍蝇见到她都吓尿了。只见她慢慢靠近，手掌微屈，突然发力，苍蝇就到手了。只要她出手绝对不会落空，百发百中。正巧工作人员脸上飞来一只苍蝇，等到与苍蝇距离10厘米左右的时候，大妈迅速出击，活捉了苍蝇。工作人员看了也想试试，不过动作属实有点滑稽。大妈说徒手抓苍蝇其实很简单，首先要预判苍蝇的
的走位。苍蝇刚起飞的时候不太容易拐弯，手掌四指并拢，迎着它的头部慢慢靠过去，离苍蝇大概10公分时保持静止，等到它搓手的时候迅速扫过去，就可以把它活捉了。抓到苍蝇后用力摇晃，等到它迷迷糊糊了，猛地摔向地面，苍蝇就挂掉了。不一会儿地上就收集了一堆。大妈处理苍蝇的方式也很简单粗暴，直接丢进火里烧掉。家里时常会飘来一股鸡肉味，在大妈的努力下，家里苍蝇日渐稀少，有时候实在手痒了，大妈还会免费给邻居抓苍蝇，即使灭蝇器也没有大妈徒手抓的多。不得不说大妈的技能真的很实用啊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嫂。它的指甲比你的手还要长，最长的有20厘米，小拇指的指甲最正常，看起来却显得格格不入。他说小拇指是专门抠鼻屎的，他淘米时不用手，2根指甲勾搂勾搂就淘洗干净了。开火时用手背，打鸡蛋也是小菜一碟，吃饭也能熟练的使用筷子，但我感觉筷子有点多余啊。电脑打字用铅笔，剥橘子就要用镊子，戴手套也难不倒他，把手套剪个小洞就行了。金刚狼见了都直呼内行啊！他还要花大量时间保养指甲，一瓶指甲油只够用1次的，完事还要给指甲戴上保护套，以防在睡觉的时候折断。出门上街必须要把指甲护在胸前，回头率那是100%，路人的表情说明了一切。大姐不仅指甲长，头发也很长，头发都能拖到地板上。我觉得她演梅超风都不用化妆，即使是周围邻居在晚上遇到大姐也会被吓到。邻居都想不通，大姐为啥要留那么长的指甲？原来大姐从小就爱臭美，最喜欢做的就是涂指甲油。有一天晚上做梦，梦中人告诉她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剪指甲，否则就会遭遇不幸。刚开始大姐也没当回事，这不就是个梦吗？但是每当她剪指甲，就会心跳加速，剪完指甲就会生病，后来就开始一直留指甲了。为了让自己的指甲显得不那么诡异，大姐来到美甲店，店主刚开始也被吓了一跳。店主在大姐指甲上画上图案，这样就显得可爱多了。大姐说会一直留着指甲，准备以后出演梅超风。和大姐一样，下面这个男人50多年没有剪过指甲。大叔从小就没有指甲，不仅如此，他连脚指甲也没有，掉在地上的小东西根本捡不起来。对他来说，开易拉罐是最痛苦的。更难以置信的是，他竟然拿不住玻璃杯，杯子在他手里反复滑落。节目组怀疑大叔是故意的，大叔却说自己没有指纹，光滑的东西根本拿不住，怎么可能没有指纹？节目组仔细观察，大叔的指尖确实非常光滑。节目组和大叔一起按手印，大叔的手印模糊一片，没有任何纹路。由于缺少指甲的保护，轻轻按压手指就会带来剧烈疼痛。然而大叔的工作却很依赖手指，他是一名汽修工，工作需要一直动手，就连缠个线圈都会疼痛难忍，哪怕一个小小的失误都会给他脆弱的皮肤造成不小的伤害。他的手上布满了伤痕，即使这样，他也工作了30年，因为要养活一家老小。至于他为什么没有指甲，医生说他患有一种罕见的皮肤病，简单来说就是皮肤黏膜很容易起水泡，而且是遗传性的，没有根本治疗的方法。所以女儿出生的时候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女儿的手指。看到女儿有着正常的指甲，大叔激动的哭了。他不想让女儿承受和自己一样的痛苦。大叔平时最喜欢做的就是帮女儿剪指甲，女儿也很懂事，会帮父亲包扎伤口。我觉得大叔可以去做个美甲，就是贴个假的指甲，可能会好一点。和大叔一样，下面这个女孩从小就与众不同。女孩长了满脸的胡子，又粗又硬，从鼻子一直延续到脖子。不仅如此，她的2个妹妹也长了满脸胡子。奇怪的是，她的2个姐姐却是正常的，而且她妈妈脸上也是干干净净的。妈妈说他们刚出生脸上就有胡子，可能是遗传他们的父亲。照片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去世的父亲就是满脸胡子，但只有最小的3个姐妹遗传了父亲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脸上的胡子也越来越旺盛。他们也尝试过刮胡子，但是越刮长得越浓密，全身上下厚重的毛发让他们很痛苦。同学都嘲笑他们是猴子，这给他们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。他们变得抑郁焦虑，姐姐甚至放弃了上学，选择在家里帮忙种地。毛发摧毁了他的梦想。为了让2个还小的妹妹摆脱毛发的束缚，他带妹妹来到医院，医生拿放大镜仔细检查，说就算是遗传，这种情况也是非常罕见的，在学术界还没有和他们一样的案例。医生给他们做了激光脱毛，但很快胡子又长了出来。医生把毛发样品寄到了研究所，现在只能等待分析结果。虽然不确定有没有治疗方法，但只要有希望，等待的过程也是开心的。那最后就祝他们早日恢复正常，继续追逐梦想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